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故事。你相信有些事是天生机缘的吗？你相信有投胎转世的说法吗？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而神奇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求子的故事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可能会对这些问题有不一样的看法。前年的9月9日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。那天我和老公驾车前往山中的古庙，祈求能有个孩子。我们结婚5年了，一直没有怀上。为了这个心愿，我们走遍了大小医院，吃了无数的药方，也上当受骗过几次，可是一切都没有用。医生说我们身体都没什么问题，只是心理压力太大，需要放松一些。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婆婆的冷眼和亲戚的闲话，我们怎么能不着急呢？所以当我听说山上的古庙有求子灵验的传说时，我就坚持要去试试。没进山之前，天空是一片湛蓝，阳光灿烂。可是刚拐过一个弯路，眼前就变成了一片白茫茫，一股股的轻雾从山上涌下来，像一条条白色的沙绸在空中飘舞，雾越来越浓，渐渐地把我们包围了起来。我们什么都看不清了，只能感觉到车轮在咯吱咯吱地转动着。大部分的客车都停了下来，三三两两的人群都开始往回走，还有几个人惊奇地看看我们的车，摇着头叹息着离开了。老公看到这种情况也打起退堂鼓，他说不如我们也回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或者再选个日子。我一听就心里发堵，想起平日里为了这个孩子所受的指指点点和婆婆的冷言冷语，气都不打一处来。我说要回你回，反正今天我是非要上去不可，成不成在此一举。我为了这个孩子遭的罪还少吗？说着就红了眼圈，要掉泪的样子。老公无奈，也只好硬住头皮往前开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前面的雾气中有一个老太太牵着一个孩子的手，顺着路边缓慢地往山上走着，一转眼就消失在了雾气里。我又呛了老公2句，你看人家一老一小都敢往上走，你就不敢吗？老公迷茫地看了看前方，没说什么。犹犹豫豫中，我们已经走到了半山腰，前后左右全是雾蒙蒙的，白茫茫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，早已分不清哪是路，哪是山，哪是树木岩石。汽车基本是比蜗牛还慢，而且每一步都是心惊胆战，唯恐一不小心就会坠落悬崖。想起路边那些树木丛生，岩石遍布的又陡又峭的沟壑，如果滚落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头皮发紧，心脏缩成一团。此时我也不敢再说话，我知道想下山和想上山都是一样的，全都看不清，已经没有了退路。看看他，只见他脸色阴沉，紧闭双唇，精神高度集中，也顾不得埋怨我，而我却开始恨自己太任性。这可是生命攸关的事情，唯有期待上天开开眼，赶快云开雾散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正在我们左右为难、万分焦急的时刻，一团橘黄色的灯光出现在我们车前，在迷雾中发出幽幽的温暖的光辉，它忽闪忽闪地往前漂移。我抱紧了老公，叮嘱他战声问：这是什么？不会是传说中的鬼火吧？老公一向胆大，他说哪有什么鬼火，也许是前面也有一辆汽车呢，我们跟着他走吧。他的速度也不是太快，始终保持着让我们看见的距离。如果说是汽车，怎么会完全没有声音？怎么能只有一个尾灯，而且还是黄色的？尾灯应该是红色的才对。刚开始我们心里害怕，远远地跟着他，后来见没有什么事，而且盘山公路的弯度他掌握得刚刚好，我们放心地跟着他。那光的颜色是那么恰到好处，很亮，但并不刺眼。看着他，
心里有一种平静感慢慢蔓延到全身。我们似乎不那么紧张了。奇怪的是，他像知晓我们的心事，一路领着我们到了山上的古庙。还没进门，他就消失不见了。此时，一阵风刮来，大雾瞬间就散了。古庙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，里面有袅袅的青烟飘散出来。正午的太阳照着院子里蓬勃生长的树木草丛，显得那么寂静安好，一切好像从未发生。想再找那橘黄色的灯光是怎么一回事，却没有一点痕迹，真像一场梦一样。庙里只有一位老太婆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为我们递上香，和蔼地看着我们上香许愿。她说：“你们是来求子的吧？我看你们夫妻俩很有缘分，一定会有个可爱的孩子的。你们放心吧，这里的神灵很灵验的。”我听了她的话，心里一暖，感觉她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。最后我们要下山了，她又依依不舍地目送了我们那么远，仿佛我们是她的孙辈一样。3个月后，我怀孕了。10个月之后，我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家伙。他眼睛大大的，声音响亮，小胳膊小腿蹬得特别有力。当孩子满1周岁的时候，我和老公又开着车上山还原。当我们再次走进庙里时，发现一切都变了模样。和蔼可亲的老太婆不见了，只有一个面无表情的老大爷在扫地。我想起那天离奇的事，就忍不住问老大爷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位老大娘，面目可亲，今天怎么没见她？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她还在呢。听到我们提起老大娘，老大爷的眼神一下子暗下来。他说：“你们是说我家的那个老太婆吧？她走了有好几年了。前年重阳节的前一天，她回家看望小孙子，小孙子要跟她一起上山来玩。谁曾想，小孙子想摘路边的野果，一脚蹬空就滚落悬崖。他觉得自己没看好孩子，罪孽深重，也跟着去了。一瞬间2条命呢。”说着，老大爷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听到这里，我只觉得毛骨悚然，后脑勺发凉，心情却又沉重无比。我安慰了老大爷一番，就心事重重地走了。如今每次大雾就想起那不可思议的灯光，心里总觉得怪怪的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